江雪，唐，柳宗元。柳宗元是唐代著名文学家、思想家，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。他出生于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，少年时便以才华聞名。唐德宗贞元年间考中进士，仕途順遂，前程似錦。若以时代而言，他是在诗仙李白逝世12年後誕生的人物。然而人生的轉折往往來得猝不及防。公元805年，唐順宗即位後，王叔文掌握朝政，推動一系列改革，史稱永貞革新。柳宗元懷抱濟世理想，積極參與其中，希望革除弊政，振興國家。可惜改革觸動權貴利益，引發強烈反彈。同年8月，順宗遭宦官逼迫退位，改革宣告失敗。柳宗元與王叔文、劉禹錫等人一同遭到貶謫。原本奉命前往邵州任職的柳宗元，在途中又被追加處分，改貶至更加偏遠荒僻的永州。從長安繁華的朝堂到南方荒遠之地，短短數月之間，他的人生如同從雲端跌入深谷。更令人心痛的，抵達永州後不久，母親便病逝異鄉。柳宗元因未能盡孝於西前而深感愧疚，甚至一度萌生輕生之念。此後10年間，他長期孤居永州，疾病纏身，仕途無望，朋友疏遠，昔日往來頻繁的故交，有些甚至刻意與他斷絕聯繫。面對接連而來的打擊，他曾感到天地之間似乎都與自己為敵，流放的歲月看不到盡頭。然而，真正偉大的靈魂，往往能在苦難中找到重生的力量。柳宗元沒有被命運擊垮，他將無處安放的悲憤與孤寂，化為對學問與文學的追求。他走進永州的山林溪谷，徜徉於荒山野水之間，觀察自然萬物，體悟生命真諦。那些原本被視為偏遠荒涼的景色，在他的筆下卻成為千古流傳的山水篇章。正如後來韓愈所說，若沒有這段流放歲月，也許就不會有後世所讚嘆的柳宗元文學。江雪便誕生於這樣的背景之下，全詩僅20字，卻勾勒出一幅令人難忘的畫面。詩中孤獨的釣魚人，其實正是柳宗元精神世界的寫照。千山鳥飛絕，山峰連綿起伏，清峻冷峭，意境就被帶到一個偏僻寒冷的地方，生命體的思想隨之漂浮於山巔之上，凌空俯瞰，即把空曠再放大展開，不帶一點世俗煙火氣。千山鳥飛絕，鳥都不飛來的地方，暗喻詩人的無奈被流放到這個極端的地方。萬徑人蹤滅，萬徑人蹤的下面再加上一個滅字，意味完全沒有人的蹤影，一下子變成極端的寂靜，絕對的沉默，象徵一種極不平常的孤寂寥落景象。詩人暗喻當時政壇還在繼續走下坡，毫無生氣，如同這5個字，萬徑人蹤滅，不必費很大氣力，就勾勒出一片毫無生氣、令人毛骨悚然的處境，沁人肺腑、深入骨髓的孤寂。孤舟蓑笠翁，承接上2句，山上沒有飛鳥，小路上沒有人的蹤跡，展現出遼闊無垠的天地，陷入近乎永恆的沉寂。這樣廣大而空曠的場景，被詩人將空間進行放大延展出一片凄清冷寂的冰天雪地。在這片土地上，颳着刺骨的北風，飄着紛飛的白雪，
到處是一片銀裝素裹，瞬息之間聚焦到孤舟這個小小的點上，以空間的巨大反差，將這個小小孤舟上的人物給凸顯。獨釣寒江雪。前兩句與後兩句是以對比的方式寫作，這樣的對比是展示在空間的大小上，將空間與物件或人物進行劇烈的轉變。陳子昂的《登幽州台歌》中就由此展露。杜甫更是將空間對比的轉換大量貫穿在其作品中。毋庸置疑，柳宗元也有這個文化，在後兩句詩中，將其前面展開的遼闊空間，一片凄清冷寂的冰天雪地，突然收縮到小小的孤舟及人物。另一角度看，這種對比也展示在生氣上的有無。獨釣寒江雪的情境之所以給人印象深刻，嚴寒風雪中，暗喻詩人被流放孤身在外，雖然處境孤獨，但仍然頑強不屈，傲岸清高的精神氣概，並且能悠閒自得地垂釣，其心態之平和境界之高遠，實在令人欽佩。